大家好，我是 Tiny，今天跟大家闲聊一期，本期的主题就是当我们学习Houdini时，我们到底在学习什么？众所周知，Houdini是一个特别难学的软件，尽管它是特效的天花板，但是由于它的难度门槛太高了，所以很多人被挡在门外。那么到今天2025年年末的时候，我们到底还有没有必要学习Houdini呢？我觉得这要从两个维度去讨论。一方面就是如果我们本身从事的就是影视特效、游戏特效或者是 TD 开发这些领域，那Houdini肯定是一定要学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本身做的就是电商的一些设计、美陈或者室内，那 C4D、Blender 这些三维软件已经能够满足绝大部分的要求了。那Houdini实在是没有学习的必要，因为它的投入产出比所带来的回报太低了。对于那些就是我们必须要学习Houdini的这些情况，这些朋友啊、学生，我们到底应该学习Houdini的什么呢？我觉得这个不能够凭空去想，我们要根据当前就业市场的一个具体情况来看。比如说我们进入 BOSS 直聘，选择北京，然后搜索Houdini，我们随便点进一个，这个爱奇艺的岗位，它的需求要求就是必须要有虚幻引擎的一个基础，美术基础，然后具体这个Houdini的要求其实没写。像这种岗位的话，其实比较泛的，需求方没有把这个岗位的要求写得特别的明细。我换一个看一下，这个要求就写得更加细致一点。一个是什么模块、烟、水、云、光、群集、毛发、爆炸等，然后第二个就是有一些合成、渲染的一些要求，这个应该是偏影视特效，像这个岗位的话也是比较泛的。这个植被环境师到底是这个底下写了，它需要的是除了Houdini之外，它需要搭配的是玛雅的一个建模 Speed Tree、JBrush。Houdini 其实只能是其中的一个必选项，但是还有其他的几个也必须要会。像这个的话，如果你光学会Houdini还是不够的。这个 BaseX 的，这个应该就是一个比较垂的一个特效师的一个招聘。一个是模块，它用了什么织物、流体、毛发等，然后有一些预合成。基本上如果是做影视番剧类的特效，主要就是两个能力吧，一个就是这个模拟，一个就是预合成。所以我们在Houdini学习的时候，必须要掌握这些模块。当然，你不可能掌握每个模块都掌握的特别好，但是你必须对每个模块都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其中你要熟悉或者说运用的比较好的哪几个模块，1到2个模块。另外一个就是你必须要预合成。影视方面的话，你必须要懂一些 Nuke 上的一个基础的预合成。当然了，北京的话，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Houdini这个岗位在一线的
城市它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但是下放到2、3线城市可能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换一下，换个城市，厦门，往下翻一下，你看它基本上可以说到前10吧，它的岗位可能也就10到15个。往下翻的话，它就比较杂了。看到这儿，到这儿。另外就是你看它的一个薪资水平的话，其实也比一线的话会低一点。所以你具体我们比如说我们具体要做哪一个行业，哪一个领域，你要根据你想求职的那个城市，你所待的地方去对症下药。你不能够说看到什么学什么，这个你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因为胡迪尼它确实是一个要花费大量时间的一个工具。你可能学习3年5年，也不一定掌握得了这个软件，所以你必须对症下药。第二个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学习胡迪尼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已经在工作当中了。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电商公司的一个产品动画师，或者说我是一个影视工作室一个3维动画师，那我想学习胡迪尼，它目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当然是毋庸置疑了，胡迪尼最强大的一部分就是做特效，烟火水布是吧，这些东西。然后第二个就是相对于小众一点，这个片可能就是在游戏类、影视类会用的比较多，用胡迪尼来做一些程序化的一些东西，地形呀、建筑模型当然了，在其他的情况下可能也会用到。你比如说我在这个我在这节这个项目的时候，其实也是用胡迪尼，主要做的是，尽管我整个项目这几个镜头都是在胡迪尼里面完成的，但是首先我是通过胡迪尼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型，是用程序化的方式。另外就是当你对这个胡迪尼非常熟悉的时候，是吧？你可以用它来制作完成一个完整的项目。比如说就这一些，就是我这些个人项目呀这种比较简单的一些场景会用到，是吧？其他的就是有些特殊需求做建筑设计有些 UP 主分享了就是如何在胡迪尼当中做建筑设计。另外一个人群就是针对在校学生，这个的话就是跟我之前讲的一样，你必须根据你的一个兴趣爱好，你的就业的方向去选择的一个主题，影视特效、游戏特效，是吧？TD 开发，其实这个影视特效的话，你可以做电影，你也可以做这种工作室的一个特效师，都是可以的。第三部分就是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学习胡迪尼，就是当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这些情况的话，你想要接触胡迪尼，首先当然就是你必须了解这个软件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操作逻辑。它跟其他C4D 跟 Blender 不一样的是，它的一个基本操作是节点式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它是很有逻辑性的，一个一个下来的，是吧？
这样。所以它就有它的好处，就是我们在每一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追溯到上一步。即使我们在后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把它的面删除了，我们也可以往回追溯。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它可以做到一个非破坏式的一些操作。这个是Houdini、Blender 很多类似的软件是没办法做到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程序化。程序化的话，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像这个课程里面讲到的，当我们用程序化的方式，动力学模拟的内容，这是Houdini最强大的部分。我们用程序化的方式生成一个甜甜圈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只通过修改其中的部分参数，而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你比如说我一开始在这个地方是做了一个甜甜圈，那么我需要改变这个甜甜圈的一个基本形状，只需要修改其中的部分参数。你看，它到底得到一个字母 A 形状的一个甜甜圈，然后一个 D 形状的。当然了，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小 bug， 你需要做一下修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程序化，这只是模型制作上的一些程序化。当我们做特效的时候，其实它也可以程序化。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完成一个效果，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我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瀑布特效，甲方来了一个需求，他需要换一个 logo， 那么我只需要把这个 logo 调整一下，大小、位置调整一下，然后基本的一个场景工程的一个逻辑其实是不用变的。把那个镜头以及其他的一些设置做好之后，跟甲方确认好它的一个大小呀、一些空间关系，我们就可以一键操作，从模拟到渲染。你的电脑越好，它的这个整个过程行得越快。你比如说现在我做同样这样一个那个的话，同样一个工程的话，可能只需要几天时间。如果说中间不会出现问题的话，可能5到7天就好了。然后第二个我想讲的就是，我们学习Houdini还是不能够盲目的学习。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想要达到什么的效果，我们就应该去学习什么样的效果。这里面最重要的几个模块就是首先你要了解这个 SOAP 层级。所谓 SOAP 层级，就是你在这个 OBJ 层级下它的一些基本的操作，然后这些属性的一些理解。当你把这个东西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之后，我们才可以说进入后面的一些模拟。并不是所有的项目我们用Houdini都是用来做模拟的。你比如说我前面讲过的这个医疗项目，其实它的整个镜头都是没有模拟的，包括这个动画，我们看一下，你看它是动的，其实它整个动画除这个地方有点模拟，除了这个爆开有点模拟以外，它其他的部分其实都不是模拟的。包括这个，你看这个穿过的一个镜头，这个缓动的镜头，它都是在 SOAP 层级下完成的一个动画。这有赖于你对这个 SOAP 层级下这些属性的一个精确的一个理解。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了解了这个基本逻辑，然后这个 SOAP 的运用之后，我们就可以学习后面的模拟。然后针对就是我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实际情况的话，其实主要还是基于学习的是这个 Vellum
以及这个 fluid， 另外就是 pop。虽然它有这么几大模块，但是实际我的工作运用中，主要还是这几个，主要还是这几个。主要还是这3个，然后这2个的话也有，但是很少，真的很少。我们如果是电商设计啊，或者是或者是像我这种产品动画的一个制作，用到的特效，像 Vellum 其实可以满足50%以上，可以说50%以上的一个效果，因为你使用 Vellum， 你可以你做布料运动。你可以做毛发的运动啊，钢体的运动，你甚至能做流体的运动。当然了，它的效率可能不一样，可能如果你做流体的话，可能在某些方面它是不如这个 fluid 的。所以如果我们是做产品类啊 CG 类，那 Vellum 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是你的首选项。包括你做电商，你想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电商的一个产品动画，想在这个动画里面画龙点睛的话，这个 Vellum 是很重要的。你看，这是我列出来的一个重要性。Vellum pop 也就是我们说的粒子 ，fluid pyro 就是烟雾 ，RBD 就是钢体。当然，如果你是想做游戏特效或者影视特效，尤其你不是做毛发结算师啊，布料结算师，那 Vellum 可能是最不重要的一项。当然了，你还是有必要去了解，因为 Vellum 在了解这个模拟系统，Houdini 的模拟系统以及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操作逻辑上，这个东西是最快入门的，因为它运行起来特别快，它又比较容易出效果，所以你在前期的话，你是很有必要去可以说是深入学习这个系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流体系统啊，我们先看一下，就是实际工作中我为什么说这个 Vellum 是最重要的？我们先来一步一步看一下。这个是我之前做的一个参与的一个扫地机的一个项目，其中的一些特效，这些镜头和特效也是我做的部分。看这个镜头，你看它这个垃圾的往里面吸入，它是分了几部分，一部分是这个液体，一部分是这个毛发，对吧？一部分是这些颗粒物。这个流体就是用 fluid 这个模拟的，用的 fluid， 然后这个颗粒物跟这个毛发，它是用的实际上用的是 pop 粒子系统，就是我们首先做了这个 pop 粒子系统的一个模拟，然后用替代的方式将这个垃圾替换为我们的毛发以及我们的一个碎物。后面的话，看一下啊，还有一个镜头，这个镜头，你看这个镜头的话，这个镜头就是我说的用的 Vellum 系统，这个毛发从里面吸进来，然后这个颗粒物的话，用的还是一个粒子系统。他们的模拟实际上用的是同一个立场，但是用的不同的一个模拟系统。后面的话，包括这个地方，这个流体也是，这个流体用的是 fluid。做流体的话，因为很常用嘛，所以流体的话 ，fluid 的这个的模拟，它是比 Vellum 的流体还是会快一些的。对，大部分情况下，我做流体还是用的这个 fluid 的模拟。
再看一下，看这个扫地机。刚刚这个项目，实际上我是在Houdini当中完成，在 CSD 当中可以好动画镜头，然后再导入到Houdini当中完成模拟，再把模拟完的特效再导回到 CSD。然后这个呢，你像这里的 Pyro， 其实就这个烟雾，实际上，不是我做的啊，但是我知道它是用后期的方式加的烟雾，所以你像这种烟雾的话，我们并不需要去真正的去学习它的一个 Pyro 系统，可以用后期用更高效的方式去完成。所以我们工作的话，我们讲究的是还是一个效率嘛。你像这个镜头的话，是我制作的，这个镜头也是一个把垃圾吸进去，我们通过这个地方用的是一个粒子系统，往里面吸，通过替代的方式，然后是这个整个镜头是在 Blender 当中完成，模拟也是在Houdini当中完成。看一下这个，你看这个镜头的话，你像这个地方的水滴，这个水滴实际上我也是用的这个 Vellum 系统，Vellum 系统就是让这个球体变成一个类似于气球一样的柔体，然后贴着这个山壁运动。这个实际上是 SOP 下的一个 SOP 加上一个粒子系统一个模拟，然后这个就是常规的一个流体模拟，包括这后面。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我工作的大部分情况还是基于这几个。然后钢体的话，极少可以说，你比如说这个项目的话，就是纯用的钢体。钢体模拟，这个就是钢体模拟，然后这个也是。这个是钢体，这个包括这个 RBD 破碎啊，这个也是钢体。这个的话，这个树的话是一个 SOP 下的一个运动，不是模拟出来的，这都是钢体。像这种情况其实很少的，如果你不是做影视特效的话，像大型建筑的这种碰撞啊、破碎啊，像产品动画这种碰撞其实不多。就算有，也是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特效。另外就是我们想说，就是学习Houdini的本质是来帮助你去完成你的工作更高效、更高效，然后更好的达到你的一个画面。但是我们要知道画面的这个镜头的镜头制作的一个本质是什么？好看。我们的工作是为了高效的完成，并且要达到好看，所以有这个原则在的话，所以我们要遵循的是哪个快用哪个，而不是说你所有的东西都要求用Houdini完成。因为Houdini你想要用到一个比较很熟悉的一个程度，真的是非常的。不能说非常困难吧，是需要你投入很多的时间。就我自己来说的话，其实我一开始学习Houdini，可以说我第一个项目是做的，其实就是这个项目，就是公司当时需求就是做一个裸眼 3D 的海浪，但是这个东西用 CSD 实在是没办法完成。现在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大概是CSD 221、23吧，差不多21、23这个时候。然后我就是公司有这种需求，我自己也特别想完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海浪效果，
所以我也是强行去学习了这个胡迪尼。当时是硬啃的是那个Rebel Way 的那个海浪，那个鲸鱼出水，就是我知道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搭建的一个逻辑，虽然其实一些很基础很本质的东西，其实我是不清楚的。然后我强行的就是看完了之后也没有看完嘛，看完了一半左右，然后我就开始去试着去模拟，所以最终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包括它的闪烁呀，整体的一个效果，但是我可以说基本是完成了任务。首先是完成了任务，然后让我对胡迪尼这个软件没有那么害怕。整个过程可以说从零到完成用了半年时间吧，从零开始接触胡迪尼到上马，这个也最后也是导入到 CCD 当中用 2S 渲染玩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煎熬的过程。所以还是我之前讲的，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学什么，能用什么做就用什么做，而不是说一定要什么都要用胡迪尼，或者说你能够用 CCD 或者 Blender 达到你的工作，完成你的工作，那你就不要去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其他的工具。你只要完成任务，另外你要保证这个镜头要好看，那就足够了。所以这个重点就是高效好看，我们必须要提高，就包括我们刚刚从那个就职这个求职市场的一个实际情况来看，就是它实际上是要求你有一定的美术基础的，你的美术基础达到了，你的特效你就做你的特效你也会做的会更好看。即使你这个镜头里面没有使用到很多特效，或者说比较惊艳的特效，你整体的画面感是在那儿的，那它的效果就不会太差。包括这些我讲到的，你熟练度不高，那你就用胡迪尼去做你的一个，只是用它来辅助你完成特效。你熟练度高，你就可以在胡迪尼当中完成所有的操作。为什么我现在大部分情况下就是在胡迪尼当中完成所有的操作呢？因为两个原因吧。第一个确实是没那么麻烦，你不需要导入导出，尤其是你胡迪尼与 C4D 的一个搭配，它有一个单位差100倍嘛，导来导去太麻烦了。第二个就是当你熟悉这个胡迪尼之后，你也不愿意去使用其他的软件，因为它的操作起来确实非常的顺手，很少遇到很卡的情况，除非就是说你这个里面的这些模型太大了，它只有2个情况，我使用当中有2个情况会很卡，一个是对模型的一个 RBD 处理，就是你需要对这个甲方给来的这个工业模型它不是4边面嘛，但是你需要用它做动画，那你需要就对它做一个 RBD 的一个 VDB 的一个转换 VDB， 然后再转回一个模型，它的面特别多的时候会很卡，这个时候确实会很卡。第二个就是你的电脑配置不太高，但是你需要模拟一些特效。我们知道模拟做特效实际上就是不停的一个测试模拟，所以如果你配置不太高的话，它时间很慢，你就会很容易恼火，尤其是甲方需求也催得比较紧的时候。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有些镜头它是没办法在其他软件当中完成的时候，那我们只能够通过在胡迪尼当中完成。比如说你像这里面有个镜头，
这个就是流体嘛，粘稠流体的一个模拟，这个是导入给其他同事。这个是SOAP 层级下的一个操作，实际上是没有模拟的。这也是 SOAP 层级下的操作。这上面是一个 SOAP 操作，底下是有模拟与 SOAP 的一个操作。这底下实际上它不是模拟出来的，这个底下这一层水啊，这个镜头因为它有巨量的粒子啊，1-2千万吧，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像这种粒子的话，你是没办法导入到 CCD 渲染的，这个时候就要求你必须通过Houdini来完成这个渲染。你看，所以如果我们是作为一个特效师啊，尤其是你做产品啊，做 CG 类，你需要知道一些渲染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操作，因为虽然情况不多吧，但是你有可能会遇到。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学Houdini渲染的话，可能还是以 RS 为先。我们当前市面上一些顶级的一些工作室，它还是渲染的话，还是首选的还是 RS。卡玛的话，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不够成熟吧，可能等一段时间就会好一点。你看这个，包括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Man vs Machine 是吧？我们看他们的一些特效制作，你看它这个其实是流体跟 RBD 吧，是吧？这个是个 RBD 流体，这是个经典的一个流体，就是跟我们刚刚之前那个粘稠流体的镜头是一样的。其实也就是那么几大项，如果你不是做那种影视级的大型特效，我从我的角度啊，就是从我的工作的这个角度做产品类啊，这些遵循的还是这个顺序。我们制作的本质还是讲究的是一个美术，一个高效，因为我们还是就是工作的话，还是虽然我们讲究说工作上精益求精，但是你还是要有自己的生活嘛，所以你必须要高效的去完成。我们学Houdini不仅是为了做的好看，更是为了做的好快，对吧？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东西。如果大家有更好的意见，也可以跟我探讨。谢谢。